12月9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内容援引了美国媒体称，2011年12月5日，伊朗曾成功探测美国最新的非裔设计的隐形无人机 RQ-170，并且成功地捕获了这架无人机。而在这件事中，中国或曾受益很大。需要注意的是，美媒在这次炒作很有意思啊。先是强烈表示 RQ-170的技术非常先进，因此自己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美媒认为 RQ-170作为美国当年最先进的战机，又是非裔式布局，一直被用于高优先级的侦察任务，而这架无人机被捕获，直接让美国最先进的技术被外泄。随后，美媒又开始炒作中国或许插手了这件事。美媒声称，当初伊朗并不具备能够击落 RQ-170的条件，因此这件事很有可能是伊朗的合作伙伴中国插了手，而中国或许从这件事得到了很大受益。证据是伊朗在2014年就推出了类似设计的无人机，并且前往了以色列执行任务，而中国在珠海航展上展示了攻击11无人机。在这里必须要说的是，美国可千万别瞎猜中国是否有参与这件事了。要知道，当初伊朗可是公开把这架飞机展示出来了，而且如果光靠外形就能够摸透其中技术，那现在世界上和美国一样的军机应该早就满天飞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单从美媒这篇文章中看，这件事就是美国在炒作中国山寨美国无人机。然而有一件事却又颇为不同寻常，在美媒发布这则消息之前，该媒体还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的高超音速军用飞机，然而却没有导弹能够威胁它。在这篇文章中，美媒提到的高超音速军用飞机就是我国的无侦8无人侦察机。美媒在文章中高度赞扬了无侦8，表明无侦8因为有着极快的速度，也给中国提供了极强的情报搜集能力，这将会让其他国家的消息变得无可遁形。目前中国在这一领域已经处在了世界领先地位。这两件事情一结合，这件事就很有意思的。美国这前头刚夸完，后头就开始给中国无人机找爹，怕不是准备炒作威胁论，却一下没炒好，无法达到想要的效果，因此才开始往回找补，开始炒作中国的无人机技术都是来自美国的吧。可惜中国的技术或许有摸鹰降过河，但最终能够成型，达到如今成就，都是中国的科研人员一点一点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10月份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这些举措其中有一项非常的引人注目，那就是建立中国任务中心。根据美国中情局的官方说法，这一中心旨在解决中国对美国所造成的挑战。为此，中情局主管伯恩斯决定将大力招聘会讲中文的员工，成立一个单独的中国任务中心。简而言之，就是建立一支第5纵队。第5纵队的名头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是在西班牙国内发生内战的时候，当时的非政府武装将领拉诺在电台中宣布，已经有4个纵队向马德里发起了攻击，而第5纵队已经在首都等候多时。通俗点来讲，第5纵队就是间谍、密探。虽然说很多国家都有向外驻派间谍的习惯，但像美国中情局这样彻底撕破脸还是非常少见的。毕竟这一工作的特殊性注定见不得光。可现在美国直接公开招募，甚至他们觉得这样还不够。在12月11日，美国中情局再放大招，表示他们现在急招会中国方言的特工，用以协助美军进行军事训练，且一旦被录用，年薪最高可达17.25万美元。要知道，美国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这样的组织，就算是在苏联也没有这样的待遇，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所有人都觉得美国对中国还是很看重的。不过对于中情局的这一举动，不少网友认为美国人想得太简单了。且不说中国有多少方言，但是现在网友的警惕心就够他们吃一壶了。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事儿足以说明当下我们的反侦意识还是很强的。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提高一些警惕。那么对于美国中情局的这一行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对此有观点认为，不管美国人有多么的狡猾，中情局有多狡诈，都会被人民的海洋淹死。只要信任民众、依赖民众，间谍就无处藏身。根据我们以前的经历，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有这方面的意识，除了会举报间谍外，还会有意识的打捞美军的间谍声纳。所以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我们国家的信息安全就能有保障。其次，相关部门的安全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中情局这么高调的招聘间谍，背后肯定还有更多的阴谋诡计。所以我国要加强民间对情报工作的认识，提高普通人的反谍意识，加强对情报工作的宣传。
日前，美国所提出的全球战略弊端显现。据环球网援引美媒消息称，美国众议院的一位资深议员伊莱恩·卢里亚斥责美军已经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战略错误。那么问题来了，军力强大的美军究竟犯下了什么错误？这一战略错误的严重性在哪儿？按照该名议员的说法，这一战略错误是在今年6月份开始的。当时，美国正打算从中东撤军，以将其战略重心更好地转移到印太地区。但是在中东布局长达20年之久，美国说撤就撤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因此，为了支持这一撤军行动，美军将当时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唯一艘航母里根号派遣到中东海域。这一部署时长长达3个月之久。从表面上看，这一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是该名议员认为，美军此举向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发送了错误的信号。直白来说，这是美军向中国发出的软弱信号。实际上，仔细分析，这一军事部署已经暴露了美国全球战略的窘境。这一席话也让美军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自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军的部署重点就逐渐倾向于太平洋地区。拜登上任之后，更是强化了所谓的印太战略。而作为美军最重要的威慑利器航母，自然也必须要在这一地区进行常态化部署。但是遗憾的是，美军为支持中东撤军计划，将里根号航母调去中东。这一部署让亚太地区再次出现了航母空窗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空窗期距离上次空窗期也不过才过去1年时间。这也刚好印证了美议员说的向中国发出的软弱信号这一番话。无论是顾全全球战略，还是重点遏制中国，美国的目的都是维持全球霸权。但是这实际上是个伪命题。美国若是顾及全球战略，就无法有效遏制中国崛起。若是重点转向遏制中国，那么美国必然会失去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控制权。所以，所谓的全球战略，不过是美国自己给自己设下的一个困局罢了。如今世界，美国依仗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到处挥舞制裁大棒，其目的也很明显。美国试图利用制裁大棒，使得被制裁国家屈服。近些年来，美国愈加频繁地使用这一手段，甚至是不分敌友地进行无差别打压。一项统计资料显示，美国一天内至少要对外挥舞3次制裁大棒。但是套路用得多了，总会有栽跟头的时候。这次美国栽在了一个东南亚小国身上。据环球网援引路透社近日报道称，美国方面对柬埔寨实施了一项武器禁运的制裁举措，以所谓的中国逐渐增强对柬埔寨的军事影响力为由。显然，美国这次是冲着中国来的。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有意将战略重心转向东南亚，美国接连派遣几位高管到访东南亚，宣称要扩大同这一地区的合作。这一事件在美国以往的对外合作中其实是十分罕见的，一直以来，姿势强大的美国都不屑于同发展中国家合作。而如今，美国越来越重视东南亚，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美国为推进同中国的大国对抗所进行的必要举措。东南亚身处印太战略中心地理位置，这也直接决定了美国势必会逐渐将爪牙伸向这个地区。但是这一次面对美国制裁大棒，柬埔寨反将一军。据环球网援引简中时报最新报道称，日前针对美国制裁这一最新动向，柬埔寨首相洪森进行了强硬发声：我从来不买美国武器，如果有请立刻销毁。洪森的这一强硬表态直接给拜登来了当头一棒。美国自以为所谓的武器禁运能够让柬埔寨就此臣服，但是没想到的是，柬埔寨根本就不屑于使用美制武器。更加令美国难为情的是，洪森还对美国这一次制裁表示感谢，称这是在提醒柬埔寨，若寻求国防独立，就绝对不能使用美制武器。这一发言打脸了多少跟着美国后头摇尾乞怜请求美国保护而选择对华强硬的国家。总的来说，柬埔寨这次的回击为全世界打造了一个反美样板。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柬埔寨这次仗义出手，替自己也替好兄弟中国出了一口恶气。从根本上来说，柬埔寨敢于硬刚美国，其最大的底气来源于中国。自加入东盟之后，柬埔寨就积极同中国展开经济合作。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了柬埔寨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柬埔寨也将中国看作是真正的友好国家。毕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联系远比美国所强调的军事关系重要的多。背靠中国之后，柬埔寨也不需要依靠美国了，所以美国对柬埔寨的制裁形同虚设。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看到中国的实力迅速崛起后，他们就感到了眼红，因为美国人已经习惯了这个世界上美国最大的思想，所以看到中国逐渐强大后，就开始对中国的发展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害怕在中国的实力太过强大，从而对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产生威胁，所以拜登政府就开始想方设法对中国的发展进行打压和制裁，想以此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但可气的是，美国对中国进行了无数次的打压和制裁，看到对中国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的时候，他们最近又开始对和中国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发起了制裁，而制裁的理由却与中国有关。据消息报道，近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为了抗衡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做出更多努力。柬埔寨已经成为了中国在该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美国将对柬埔寨实施武器禁运和新的出口限制。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这样的行为太无耻了，对中国的发展进行无端的打压和制裁不说，现在还要对与中国走得近的国家打压和制裁，这样的行为真是难以理解。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却没有一点超级大国的担当。此前美国总统拜登还扬言要创造公平的环境，与中国公平的竞争，不会逼迫其他国家支持美国。难道现在就因为柬埔寨与中国走得近，就对其进行打压，对一个小国因为与中国的关系友好而进行制裁，这难道就是美国所谓的公平竞争吗？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美国这样无理的打压和制裁，柬埔寨首相也彻底怒了。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美国一向以来的行为就是这样，而且对其他国家包括对柬埔寨的制裁并不少，他们时常在威胁，但是柬埔寨并不在乎。随后洪森还下令收集所有的美式装备以及武器，将它们销毁或者丢到仓库。此外，洪森还再次表态称，如果想要国防独立，下一届政府接班人就要明白，不能再使用美式武器。总之，我们还是奉劝拜登政府，如今美国的种种行为以及现象都在说明，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如果非要执迷不悟，最终只会让美国更加落后。